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睁开眼发现是陌生的天花板。男主拖着疲倦的身体坐起身，看镜子中陌生的身影。男人有着银白的长发，赤红的眼睛，这让男主不禁感叹：这到底是谁啊？看着卧室里摆满了华丽的家具，他猛地想起在那个漆黑的雨夜，加班到深夜的他独自一人走在回去的路上，没有人能抚慰他疲倦的心情，试着安慰他的只有飞驰而来的大货车。他全部都想起来了。我难道是死了吗？还没等男主接受现实，卧室的门被人打开了，从那里传出了一个无比温柔的声音：塞里奥斯大人，您醒了吗？一位端庄可爱的女仆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您现在感觉如何？我听说您昨晚喝到很晚。女生那熟悉的样貌让男主一时语塞，他心想等等，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这孩子是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她呢？过往的回忆闪过他的脑海，想要在这款游戏里达成幸福结局可真难呀，因为我最喜欢的角色总是来妨碍我。女生的样子不禁让男主叹了一口气，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会帮你打了哟。哎，怎么这样？少女表示，如果一款乙女游戏有男性反派的话，那就应该有对方的路线才对呀。哎，你就这么喜欢这个贵族反派吗？女生回答，因为他和哥哥你很像呀。真的假的？那按你这么说，我不就成反派角色了？男主搞怪的样子不禁让妹妹忍不住笑了出来。真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啦。妹妹她曾一遍又一遍的让自己帮忙通关，男主想起来了，这便是乙女游戏《格兰蒂亚之玫瑰》的世界。就连面前这位女仆，她也在游戏里见过无数次了，镜子中的脸以及名字都让她无比的熟悉。没错，自己这是转生成游戏中的贵族反派塞里奥斯·冯·艾格里德了。女仆有些在意，塞里奥斯大人，您是怎么了吗？哦，没什么。塞里奥斯·冯·艾格里德，因为与游戏里所有的攻略对象都有着激烈的矛盾，所以在玩家中他也被称之为教科书一般的反派。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导致毁灭，换句话说，哪怕是在这款恋爱游戏里，他也只是个只会挨打的无可救药的反派角色，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被击败。这可是女主角最讨厌的角色呀，这让男主都要崩溃了。明明有那么多角色，为什么偏偏就转生成了这个塞里奥斯呢？不行，得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他想着，虽说是成为了反派贵族，但好在自己还记得游戏的剧情，但绝不可能任由像原作那样再让这个角色走上毁灭的结局了。如今这个时间点，他记得是在学院招生之前，对吧？那么既然如此，自己又应该如何着手呢？是在故事之前就让自身变得强大吗？还是说与那些攻略对象们成为朋友，这样他们就不会对自己出手了呢？但不管怎样，未来的事情他也不能确定。男主心想，这个塞里奥斯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到底有什么地方是超越其他人的呢？也在这时，他想到了，对呀，是钱呀。根据设定，塞里奥斯出生于一个名声显赫的贵族世家，其拥有的财力甚至超过这款游戏中的所有角色。那既然如此，为何不利用高贵的身份与权力，凭借自己的财力控制领地，从而建立压倒性的经济影响力呢？果然用钱解决问题才是最符合认真做事的态度呀。这么想着，男主便打开了衣柜，穿上了华丽的衣服。他立志这一次，我要用金钱来改变悲惨的结局。他转身询问了少女的名字，女仆，你叫什么？这让女生愣了一下，随后默默地说了一句，我叫菲娜。是吗，菲娜？那快点准备，我们今天要准备进城了。既然已经知道了时间节点，那么他就必须赶在一切发生之前救下女主角丽丝。这让菲娜有些心邪，塞里奥斯大人，您这是要亲自去吗？男主回答，没错，只要能够拯救女主角，就能够避免与她发生冲突了。他想着，总而言之，必须得迈出抵抗毁灭的第一步才行。他相信，只要有钱在手上，一切都会顺利的。这将会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新生活的开始。就这样，男主和女仆来到这座小镇，这里便是游戏开始的舞台。菲娜有些好奇，塞里奥斯大人，您确定这里有您要找的东西吗？男主回答，是的，他有件事情必须要去做。女主角丽丝和她的母亲在这片区域过着穷苦的生活，她母亲病得很重，由于承担不起昂贵医药费，即将失去生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塞里奥斯在他的领地征收了大量的税金，为了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不断的压榨百姓。在那之后，成为孤儿的丽丝以特招生的身份进入学院，爱上了一位有权势的贵族，并开始破坏现有的政治形势。这个贫民窟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作为一切源头，他必须避免丽丝失去她的母亲。就在这时，正前方传来了女神的哀求声，哪怕是一点也好，能分我一点药吗？开什么玩笑，我这里不是慈善机构，没钱人给我滚开！女生流着眼泪苦苦的哀求，求求你了，我的母亲真的快要不行了。眼前的这位少女和她记忆中的丽丝一模一样，这便是故事的开场，女主角与她母亲告别的情景。他们的税负重如山，以至于维持基本的生存都变得无比的困难。那之后的丽丝没有拿到药，就这么回家了。然而到家才发现，她的母亲早已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也就是从那时起，少女开始痛恨塞里奥斯，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想到这，男主便果断地站在她的面前，他表示把这个药卖给她吧，要多少钱？啊，你又是谁？男主瞪了对方一眼，再次询问了一句，我问你价格是多少？这10枚金币，我也是要交税的，不可能便宜1分钱。男主见状便将金币全部都倒在他的手上，表示这些应该够了吧，多余的钱就不用找了。这么说着，他转身将药递到少女的手里，这让女生泣不成声。她询问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男主见状，则是默默地说了一句：“因为这都是必要的。”他将少女从地上扶了起来，女生的嘴里不断地重复着：“谢谢您，真的非常感谢。”在短暂的沉默之后，男主招呼对方：“你母亲生病了，对吧？带我去见她，快点！”少女一听，便连忙带着男主来到自己的家里。简陋的房子里，母亲躺在床上，气息非常的微弱。少女将药灌进了她的嘴里，她这才缓缓地睁开眼睛。这瞬间，将丽丝流出了激动泪水，趴在母亲的身上大哭了起来。女生不禁有些好奇，为什么你要帮助像我们这样的人呢？男主又不能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只好回了一句：“只是心血来潮而已。”却没想少女却神情激动的想要报答恩情，她表示无论什么都可以。我该怎样才能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呢？男主随口说了一句：“那么就让我用金钱买下你的全部吧。”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你肯定也不喜欢这样吧？报恩什么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却没想丽丝的眼神愈发坚定，她表示：“我明白了，请你买下我们吧。”这让男主震惊了。只见女生继续说着：“请告诉我您的名字吧。我们年纪相仿，您却突然出现，救了我的家人。”少女的身体破败不堪，但她眼里却充满了信念。女生坚定地回答：“我想要报答您为我做的一切。”这让男主懵逼了。你认真的吗你？是的，我绝对是认真的。既然女主角都已经这么说了，男主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只好答应了对方。这让菲娜有些在意，她表示：“这样真的好吗，大人？”对此，男主则是这么说了一句：“他们都是我捡来的平民而已，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这让女仆一愣，随后微笑地说了一句：“一切都如塞里奥斯大人所愿。”男主转身告诉对方：“你叫丽丝对吧？我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一点。从现在开始，我要带你和你的母亲回家。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无论服用多少药物，你的母亲都会死去。”在少女惊讶的目光中，他将母亲扶到了马车上，他带着两人回到自己的宅邸。看到这一幕的佣人们都感到非常困惑，他们怜悯地看着这两个人，一度以为他们会成为塞里奥斯的宠物。在那之后又过去了几天，母亲丽丝已经恢复到能够独立进食的程度了。他们准备一起在餐桌上吃饭，但由于之前塞里奥斯一直都对家里佣人表现的傲慢无礼，这也导致在餐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害怕他。母亲有些犹豫，她问：“这么多食物，我们真的可以吃吗？”男主见状，则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当然，你们既然坐在这里，那么就代表着你们是我的客人，放心吃吧。”男主的态度让身旁的女仆们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天哪，塞里奥斯大人居然会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说吃吧！那个傲慢的塞里奥斯大人居然能够如此平静地与人交谈。尽管外表还是那个贵族反派，但内在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男主实在是无法掩饰这种差异感。见两人迟迟都没有动筷，他表示：“是不喜欢吗？我认为对于病人和营养不良的人来说，这样的食物还是有些太重口味了。所以特意为你们准备了有利于肠胃的汤，看来还是不喜欢嘛。”少女见状连忙表示不是的，便拿起勺子放进了自己的嘴里，瞬间就被这味道给吸引了。真好喝呀，这么温暖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母亲也吃上了一口，她的眼睛也不禁湿润了。在场人都松了一口气。也而这时男主叫了叫管家：“阿诺尔，这顿饭是按照我的要求做的吧？”“是的，大人，一切都按照你的要求执行。”男主表示还有关于税收的问题，今年的收成很差，如果再按照原来的比例收税的话，人们根本就生存不下去。从现在开始降低税收，以及关于家里的事情，他告诉管家以后要稍微灵活一点，有什么麻烦立刻就要向自己汇报，并且还要确保女仆们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尤其是菲娜，她最近看起来就有些疲惫。男主的变化让管家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塞里奥斯大人，您这是……”“我明白了，一切都如您所愿，我们将从现在开始执行。”女仆们也非常震惊。天哪，塞里奥斯大人他这是怎么了？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温柔？难不成是那对母女让他内心发生了变化吗？下属的议论，男主早就已经习惯了，毕竟从那天将母女俩带回来要求洗澡开始，就一直都有这样的声音了。时间回到了几天之前，带他们两个去洗澡，然后为他们准备新的衣服和房间，顺便再准备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菲娜一定要把他们两个安顿好。明白了，大人。第一天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不过他们还是会按照要求，每天都会准时送上营养丰富的食物。也多亏了这个，丽丝的母亲玛利亚才能恢复得如此的迅速。对于没有父母的自己而言，玛利亚的存在就如同自己的母亲一般，但同时她也很难不将她视作一个十分有魅力的女人。这就是所谓的女人就像美酒，越老越香醇嘛。想着，男主心想自己他喵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怎么能够打女主角母亲的主意呢？他拿上了一个苹果，来到丽丝的房间。男主关切询问对方感觉怎么样，少女连忙起身，笑着说了一句：“感觉非常好。”女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游戏里的丽丝完全不同，游戏里的对方应该是更加高贵，甚至会与任何人都保持距离。男主将苹果放在了桌上，他表示光顾着照顾母亲，自己有好好吃饭吗？少女笑着说了一句：“是的。”原作中的丽丝是一位极其聪慧的女性，她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成为了学院的特招生，得到了皇室与贵族的青睐。在与各种恶意大小姐的竞争中，她取得了胜利，最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男主告诉对方，要是连你也倒下了，可就得不偿失了，要多照顾自己一点，明白吗？这让少女有些小小害羞，她表示：“塞里奥斯大人，您还真是与众不同呢。”
这让男主有些疑惑，这是什么意思？女生回答，在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感觉您有些吓人，我没有想到您居然是一个这么善良的人。男主回答，这没什么，只是你们两个死了会对我造成麻烦而已。丽丝一听，天真的询问对方是什么麻烦呢？男主并没有回答，他只是轻轻地摸了摸对方的头，表示这你就别管了，好好休息吧。他这么说着便走出了门，心想有了金钱和权力，自己一定能够改变命运的，不管是周围的人还是自己，无论现实再怎么糟糕，他都会改变这个悲惨的结局的。视角来到丽丝这边，对于少女而言，这个世界是一份诅咒。她从未见过她的父亲，是母亲独自将她抚养长大，因为巨大的压力，母亲她不堪重负，最终生病了。塞里奥斯伯爵向他们征收了巨大的税款，这也以至于他们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更别说去购买昂贵的药物了。在母亲的病情变得危急之时，少女拼命地拦住了一位药商，祈求他分自己一些药物。她不在乎自己会遭遇什么，只求对方能够拯救自己的母亲。然而在被对方拒绝，自己即将陷入绝望之时，那个身影出现了。他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生，穿着华丽的服饰，有着英俊的外貌。他果断帮忙支付了钱财，拯救自己的母亲。那时自己内心早已陷入了麻木，少女甚至都想过向对方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食物。毕竟即便药物让病情有所好转，没有食物，母亲她很快就会撑不下去的。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男生却主动收留了他们母女，不仅细心照顾，还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食物。这么多食物，我们真的可以吃吗？母亲的疑惑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直到几天之前，他们都还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那个男生这么说着，只要你们还坐在这里，就是我的客人。女生半信半疑的拿起了勺子吃上了一口，瞬间她的眼睛就湿润了。这么温暖的味道，她还是第一次吃到呀。男生笑着告诉自己，要是连你也倒下了，可就得不偿失了，要多照顾自己一些，明白吗？对方温柔的话让自己的心里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少女没忍住这么说了一句，塞里奥斯大人还真是与众不同呢。虽说刚说出口自己就有些后悔了，见对方疑惑的样子，女生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全部都说了出来。第一次见到您时感觉有些吓人，却没想您是一个这么善良的人。然而对方只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你们的死会给我带来麻烦而已。少女心想，或许他并不是那种会对他人展现出温柔的人吧，但即便是这样，他的心里还是感到非常温暖。哪怕是身在艾格里的庄园，这个与他们世界截然不同的地方，从对方在那个小巷子里救下他们母女俩那天起，少女的心或许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女生脸上泛起了微微的红晕，这让男主有些担心。丽丝，你的脸好红呀，果然是照顾母亲太劳累了吗？男主的话总是会让他的心再次悸动起来。少女不禁心想，这种感情它到底是什么呢？她不是单纯的感激，也不是简单的憧憬，只是每当看到对方的时候，自己的视线就会移不开了。女生鼓起勇气再次询问对方，为什么塞里奥斯大人要帮助我们呢？尽管回答还是一样，都说了你们的死会给我添麻烦的。对方那副笨拙表情不禁让少女微微一笑，她感叹真是可爱呀。这种微妙的心情不是感激和憧憬，又会是什么呢？她想，或许是某种更加特殊的感情吧。用金钱购买丽丝的行动已经取得成功，说实话，男主还没有想好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做。由于税金减少，商人的数量也开始增加，领地也开始变得有些繁荣起来。男主的成长不仅让老管家流出泪水，他表示您的父母肯定也会为您的成长而感到高兴的吧。这让男主露出了无奈的表情。住在这个宅邸的佣人有很多，虽然日常生活中也会有喧闹声，但总体而言，整个庄园都会给人一种十分安静的感觉。管家阿诺尔是艾德里的宅邸中最资深的佣人，他的眼眸中蕴藏着温柔，但在这背后似乎还有什么别样的东西。男主询问对方，在你们佣人眼里，曾经的我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讨厌的主人吗？这让对方沉默了，默默地说了一句，不是的。他表示，大人，您在年纪尚小时就成为了家主，想必那一定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吧。男主的种种行为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可怜孩子在到处宣泄而已。这具身体本来的主人塞里奥斯，他并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傲慢自私的贵族，而是在他最爱的亲人离开之后，少年的心开始发生了变化。男主能够理解这种心情，他的父母也是在他高中的时候就去世了，从此家里只剩下自己和妹妹相依为命。为了让妹妹尽可能的过上正常的生活，男主高中便辍学开始了工作。尽管家里有父母留下那一点积蓄，但说实话，生活依旧非常的艰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妹妹她迷上了乙女游戏。尽管这是从某人那里得到的便宜二手货，无论通关多少次，少女都不会感到厌烦。再不睡觉可不行喽，再等等嘛，很快就会结束的。妹妹她总是会兴致勃勃地和自己讨论剧情，她脸上重新露出笑容，这让男主感到非常的开心。就这样，在相互扶持之下，妹妹成年了。男主本以为自己的负担终于要减轻了，但是对方却就这么离自己而去了。他能理解塞里奥斯的心情，对方不许有任何悲伤时间，需要马上承担家族的重担，处理事务。幼小的心灵因为父母的死和沉重压力而变得扭曲，都给我滚开！如果连我的话都不听的话，就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宅子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人恶语相向，变得傲慢自私，开始拒绝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人。
或许应该纠正他的正是在他身边的下属们，但包括阿诺尔在内的所有随从，他们都因为同情而无法指责这位少年。管家明白对方一直以来的痛苦，他不禁感叹，要是自己能够不在意身份，多陪在大人的身边，给予他安慰就好了，这样或许就不会变成那副样子吧。年幼的塞里奥斯虽然孤独，但却仍然选择以家主的身份处理事务，而他的仆从们也只好将其当成家主来对待。这种地位上的落差也是他越来越孤独的原因。不过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管家表示，大人，你已经变得平静了不少了呢。对此，男主则是默默地回了一句，只是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仅此而已。时间很快就过去，母女二人来到庄园也已经过去了3个月了。母亲表示，塞里奥斯大人，我有一事相求。他表示，一直以客人的身份待在这里实在是过意不去，他想要以佣人的身份在这个宅子里工作。对此，丽丝也是抱有同样的想法，他也想做些什么来帮忙。男主表示，你的身体才刚恢复，不用勉强的哟。但即便如此，玛利亚依旧想报答恩情。他表示，请让我工作吧，哪怕是最基础的清洁也是可以的。男主想了想便答应了，他说着，我会雇佣你们的，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得先接受系统性的训练。母亲非常高兴，谢谢您。丽丝见状也连忙鞠躬，表示我也会努力的。于是男主便找到了菲娜，向其说明了这件事。他想让对方将丽丝作为专属女仆来培养。菲娜表示，这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哦。尽管那名少女很有天赋，但还是略微有些不成熟。对此男主表示，没问题，我相信你能够做得好。就这样，菲娜开始了严厉的培训，注意盘子的摆放顺序。男主虽然表面上不在意，但是内心还是有些小小担心的。他担心这样的训练会不会给他造成太大的压力啊。不过看丽丝那认真的样子，女生那想要不断成长的眼神，男主心想，或许是自己想多了吧。塞里奥斯大人，我来给你送茶咯。少女小心翼翼地摆好了茶具，倒上了茶水。男主询问对方第一天工作感觉如何呀？女生回答，非常困难，但是菲娜小姐会认真地教导我，让我记住了不少的内容。男主笑了，他表示是这样啊，没事的，不用着急，慢慢来，也不用你变得多么的完美。这样女生非常开心，他表示谢谢您，塞里奥斯大人。女生笑着这么告诉对方，我一定会成为对塞里奥斯大人有用的人的。这让男主愣住了，我很期待哟。是的，所以请尽管说吧，只要是塞里奥斯大人的命令，我全部都会听的哟。少女抛下了这句话，便转身继续工作了，这让男主露出疑惑表情，这是什么意思？在那之后又过了几周，可能是有这对母女的缘故，宅地里变得格外的热闹。走廊上有菲娜指导丽丝的声音，玛利亚温柔的笑声也因此荡漾开来。在这天，母亲找到男主，他表示，我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男主询问对方怎么了，女生回答，他从别人那里得知了塞里奥斯大人的父母已经不在了。男主见状则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是呀，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具体的细节我也已经记不清了。是这样吗？对不起，问了这么失礼的问题，不用在意，这些都是过去式了。母亲表示，即便如此，没有父母的生活也一定很艰难吧。尽管男主回答他已经习惯了，更何况身边还有阿诺尔他们在。玛利亚依旧这么说着，难道您就没有想要依赖他人的时候吗？这让男主非常困惑，依赖他人？女生继续说着，大人您虽然非常的优秀，但在我看来，您似乎一直都在勉强自己。这句话让男主的情绪瞬间爆发了，他表示不勉强自己还能怎么样？不这么做的话，自己又该怎么做呢？前世的自己也是一样，他也不是喜欢才这么做的。如果自己不拼命做些什么的话，这种负担又要交给谁来担起呢？依赖他人什么的根本就不可能，也没有能够这么做的对象。却没想这时，玛利亚则是将男主抱在怀里，她温柔地说着，我也是一名母亲，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多向我撒撒娇哦。这让男主震惊了，你在做什么？女人表示很抱歉，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安慰你。不过人只要能感受到他人的温暖，就能感到安心。他想塞里奥斯大人要是寂寞了，可以随时向我撒娇哦，到那时我会将你抱进怀里的。母亲温柔的怀抱让男主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他傲娇说了一句，随你的便吧。在之后，玛利亚温和地看向了男主，他表示实在抱歉打扰了您，以后大人要是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叫我哦。见男主回了一句那就拜托你了，母亲微微一笑便转身离开了，只留男主一人坐在办公室里。他感叹，明明我也是成年人才对啊，难不成是被这样的外表所影响了吗？想到这，男主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就这么从他的眼角流了出来。他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想起了前世的父母吧，又或者说是塞里奥斯的内心在哭泣呢。他想，自己真的还有很多想要给妹妹买的东西，明明想要看到你更多的笑容的，明明说过会一直保护你的，但是想到这，男主捂住眼睛，默默地低下头，他感叹了一句，真是的，我怎么也开始矫情起来了呀。